欢迎再次收看 J 这样玩。我们今天要来开箱一台很特别的车，这是全台唯一的 Ioniq 6 Performance 版600P， 而且它这个 P 很厉害，它包了一个保时捷的配色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它就是跟保时捷致敬啦。有人说它很丑，也有人说它很好看。小鸭尾，然后这边呢，这整片全部都是红色的第三刹车灯的概念，我觉得很棒，这一点很棒。它一样有后视镜头，一样这是尾门的部分，我觉得这两个地方非常好看。然后你看一下韩国车独有的空力设计美学。这一台 Ioniq 6是我们韩系电动车里面唯一没有被拔。它的头灯它有个主动遮蔽，在远光灯的情况下，我记得它的代号叫做 IFS。然后 Ioniq 最近5N 的部分，明年度也变成强制加5万块，也会有这个配备。我觉得 Ioniq 6出现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意义不大，希望它再增加一个东西，就是主动转向。以前我们在欧系车的时候，在跑山路的时候，主动转向头灯跟主动式雾灯，我觉得这个都很好用。Ioniq 6的评测拿到很高分，今天在驾驶的感觉是非常舒服的。走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车内。哇，我跟你讲。所以真的是空间感很舒服。你有看到它的手把吗？我常常觉得它这一幕的光幕做的超漂亮，真的是上下都做得很漂亮。你看这边的手把比我们 Ioniq 5坦白讲更好找到施力点，然后它的气氛灯是这样投射在它的舱门上、它的车门上，所以它做这个波段，然后这很美。对啊，摸起来也很舒服。就前面一点。有没有看到总裁座椅标配？Ioniq 6真的是给大老板在用的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之前我们 Super Ioniq 才有这个啊，而且它是3项你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所以它这个是什么？是高度真的很棒因为正常来讲都2个按键比较多，真的很少看到有3个按键的。哇，好帅！而且是原厂标配，有没有像电脑椅一样3段？好，往前推，再复习一下3段。这个方向盘啊，它会随着我们的驾驶动态模式去做变化。这个方向盘真的非常的流畅，完全开起来不像一个208、209的大车。你们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？Ioniq 6的萤幕啊，它这里多了一个外框，有一种很包覆的感觉。这个萤幕啊，我必须要坦白讲，它解析度真的非常好。1、2、3，对，好，我们来一样做一下环景。哇，白车，我必须要讲韩国车它在设计这个时候坦白讲。Ioniq 6，我看到目前为止，它的英文字的字体也不 OK， 不好看，真的也不好看。然后它这一边呢，一样跟 Ioniq 5的部分，它是做加减，可是，在5N 的系统跟 EV9 应该就是做触控，用食指跟拇指就可以做放大。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，这么大的一台车，你会让我感觉到我的视野、驾驶的体验跟感受是非常好的。所谓的视野，就是看着这个萤幕的时候，我不会觉得它太高或太低。如果今天是开纳智捷的车，你就是要低头低到底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很不舒服。或其他特斯拉，你就稍微瞄一下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所有的镜头，解析度真的一样好，一样有前后轮，这个是我觉得韩国车很棒的地方。很好，广角、保感。那假设我倒车打 R 档的时候，记得看一件事情，它整合到这里，有没有发现？它比较不一样，它系统它变成前面跟后面它整合在这里。那这是行驶中，我们一样可以往后看，直接一大一小。这个部分我比较会用在倒车入库的时候。因为每个人高度不一样嘛，我们再复习一下。我会再配合方向灯的盲点，再配合车后的屁股，再配合鸟瞰，
我同时可以看到3个角度。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情况下，我再加上左右后照镜的镜子，那我觉得这是提高我倒车上的一个非常好用的小技巧。我们来试一下它的无线充电功能。它的灯泡也亮太多了吧？我们只有2、3个，它是整排是怎样？2个饮料的部分可以放这里，放这里的情况下，它下面一样会有弹簧做杯架，这里也会有按键锁、车门的部分。我发现这一台没有电子儿童锁，所以6系列应该都没有电子儿童锁，确定没有。然后 Auto Hold， 然后前后的，我觉得这个是刚刚让我蛮意外的。Ioniq 5跟5N 到目前为止，只有前面2个窗户是一键到底，后面2个窗户并没有一键到底。可是 Ioniq 6是4个全部都有一键到底，它有给你一个后座的窗户哦，一个儿童锁，所以我会觉得说整个驾驶的姿态是很舒服的。为什么？你们仔细看一件事情，我的手肘在这里嘛，然后我的身高是183，那我要控制车子门窗。我只要把我的手肘往后移，我就可以在这里操控。饮料的部分在这里，然后我真的还蛮喜欢这件事情，就是其实 Ioniq 6这个地方啊，充手机的地方啊，它除了软垫，我本来刚开始不喜欢这软垫，因为我都觉得它脏脏的。但是我刚刚把我的那个 Pro Max 放上去之后，它是有止滑的功能，还有它刚好很深的情况下，它可以把萤幕遮掉，至少屏蔽掉一半。它不会让你觉得说，在黑暗中的时候，这边是很亮的，手机会有反光，会不舒服。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蛮喜欢的。然后它这个中控台设计啊，我觉得其实它跟 EV9 是一样的，因为 EV9 它也是上下2层，所以我的下面这一排，我一样可以放包包、雨伞，也都可以放在这里。其实这个抽屉感觉很小，但是其实它很深，还是可以放很多东西。这个拉把它里面的内层啊，它是有做颗粒状的，这边有做颗粒状。我刚刚才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们5N 引以为傲的黑天棚全黑化 ，Ioniq 6都给你了，而且又是 LED 灯，真假喜，我们都没有这个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真假喜真的是很傻眼，也是触摸灯。哇哦！但是它没有这个光环。对呢，它没有这个光环呢。哦，这个部分我们 Ioniq 5赢了，5N 赢了。哦，我们这边有光环，这条会全亮。那可能真的会下放在6N 的版本，因为 P 版其实这个应该要会亮。我们的界定是这样。那现在前面的驾驶空间是我坐的舒服的部分，前面这一个现在是我183的腿长，这也太大了吧？这夸张2个拳头2个拳头又2指，2个拳头又2指好，可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像 Ioniq 5一样那样做滑油，我摸一下，没有，所以我如果我要坐这一台车啊，你看哦，我一定要往前滑。然后我就往后躺，可是没办法，因为我真的比较高，所以比较高的情况下，我一定会势必碰到上面的顶棚，一样一个拳头多。所以，这个腿长的空间太让我意外了，2个拳头跑不掉我前面是183，我的椅子是超后面，只要是正常人在我后面，基本上他们都会觉得超难坐。我的家人，我示范一下，我的家人。他们都会觉得我这样靠得到，我就是他们都腿要打很开，然后后方的出风口在中间，然后有置物的空间，然后网带 Type C 这边是 Type C， 这边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手机置物空间。你看你的 Pro Max 借我一下 ，Pro Max 借我一下，我们来极限测试一下，这个是 Pro Max， 好，这个是一般的 Pro。放得下去好赞哦，还可以放2只，好闹哦，放2只。然后我们来试试看第3只，第3
3只，不，我看一下，哎，可以耶，一个空格可以放4只手机啊，太闹了啦！你就知道有多大了，都是 iPhone 哦。你可以看得到我手掌吗？我就很喜欢这件事情。这里啊，我们这里用这样子紫色的灯条在这里，有看到吗？紫色的灯条在这里，你看紫色的灯条，看得到吗？紫色灯条，然后下面我们做反射，好，来我们看一下，你看这里还有黄色的灯条，这都是64色的，上下灯条，这是超高规格的车子才会有的。它这边也有跟5N一样，就后座加热，我觉得其实这是跟特斯拉一样很棒的地方。然后玻璃的部分，单层厚玻璃，车室内真的很安静，行车品质也非常的很安静，顶多听到轮胎的声音，因为电动车其实都是轮胎的声音。我们转头看一下头枕的部分，中间这里可以调高低 ，OK， 然后这边也是可以调高低，不能前后。这边的部分呢，一样中央扶手，然后2个置杯架，这边一样没有做通道，所以高尔夫球具或者冰箱就没办法塞这里。如果未来其实我觉得南洋可以在这里，如果做一个通道，我觉得很方便，我可以在后座拿东西，甚至高尔夫球具比较长的东西就从这边出来，因为我们其他欧系车就可以这样设计，甚至有很多冰箱的套件就是开这个门，它就塞这里。这边一样是 V2L。那我们这个就不介绍了，这个真的是 Ioniq 6里面标配。椅子的部分，你们特别去注意一件事情哦，这边大腿的部分它是特别提高非常多，这特斯拉或者其他车系休旅车都没有把这里提高，因为提高的时候大腿可以做很棒的支撑，然后它这里慢慢的下去之后，因为它是轿跑型设计车哈。它会让你尽量想要让你贴在后面，所以臀部的部分它是真的深陷下去。那其实深陷下去的时候，最怕的是什么？直接一坐下去，体重的关系，这里的发泡如果不够支撑，它就会碰到最下面的底盘钣金，坐姿会很不舒服，真的坐久会很不舒服。可是 Ioniq 6完全没有这回事，虽然是3人座，但是实际上它是否2人的设计。你看这里都有凸起来。左右边都有凸起来，所以它就是刻意让我们的人体的背在中央，所以它就可以很稳固的把你包覆在这一个座位里面。我们很多车子设计啊，让人家很不舒服的地方是这一块会凸起来，那另外一个地方是车门，可是你看到韩国车这里设计成这样，有一个弧度，一个包覆，对，一个弧度。来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好，我先坐在上面，然后接下来手肘放在这里，然后你看哦，就是我前座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我一只手就可以拉，然后按压开关窗户，然后我的手肘就放在这里，然后人往后躺，我觉得是让我觉得很舒服的地方。然后这边不会有太多的金属板件，让我的这边的上背肉不舒服。这个是后尾箱的按键，左边的部分是开跟关，右边的部分是按下去之后它关门了，其他前面的4个门也会自动上锁。这个是 P 档的静止状态下，那我等一下会测试一个江湖谣传，他们入低档也可以开尾门。好，我现在入低档咯，见鬼了，一键打开，真的是低档也可以耶。它放下来的部分一样要按到底，可是打开的部分居然一键它就打开，啊，这什么保护协议啊？Ioniq 5没有办法哎。这边有一个电量显示哎，这边是开关，然后这边是我们充电的时候，因为如果你有设定排程充电，你就按住它3到5秒，它可以强制充电，这个是一个快捷键。它怎么这个那么深啊？打开也不会掉。哇，这设计好漂亮哦，圆形的。好，按一下，好，再按一下，非常棒。前面的置物箱它一样没有办法让我们极大化，像 Tesla 那样，所以其实平常也不会想打开它啦。我说真的，就是没有办法。Ioniq 6 P 版 Performance 版，
我觉得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是，它的风阻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任何的电动车可以赢过它。甚至如果你是买增程版的话，已经有车友它的里程真是太变态了，77度的电池居然续航表显可以到800多，800，我记得800，760几，然后有一次它飙到800，我在想说这到底是什么鬼车啊？怎么可以那么省电到这种地步？这绝对不是5N车主或5系列 Ioniq 5系列车主可以想象得出来。它的风阻真的设计得非常成功，而且整个空气力学，其实这台车很奇怪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它一定要从特定的角度看过去，它才是像一个4.8米接近4.9米的大车。可是它开起来那个方向盘啊，包括我在转动的时候，我都觉得非常的丝滑，行云流水。300多匹的动力在这一台车上面，没想到低速基本上它没有 lag。然后它也不会让我感觉到顿挫，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电池满载77度的3元锂铁的电动车，标配800V， 快充速度又那么快，然后给的料又那么好，其实我真的会觉得它是一个绅士淑女都非常适合的车。Performance 版 P 版它也是标配20寸的霹雳，所以它居然还是可以那么省电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。那增程版省到一个夸张的境界，不要跟5N车主讨论省电他们自动忽略。我开到目前为止，我的电耗最漂亮可能只有5吧，这一台搞不好随便就是8跟9起跳了。但是要记住一件事情，改避震不要降太低，因为它本身它就蛮低喽，最紧绷就3指，它还不到3指，它是2指半哦，所以要记住这件事情。可是这一台也是遇到一个问题。它几乎所有的保杆设计、空力套件设计都非常的紧密，所以如果你要拉线、拉防护罩之类的，一定要找对店家。那我们中部就找谁？晋升已经帮你处理好了，我们已经有好几台车友过去晋升安装了 ，Ioniq 6也都过去了。OK， 就这样咯。有任何问题记得加入我们的 LINE 社群，然后记得订阅我们。可以提出你的想法跟疑问，因为毕竟很多人都觉得，电动车会不会永远只买特斯拉？那除了特斯拉之外，你有什么好的选择？那韩系车基本上越做越好，一直进步，它不会让你失望的。OK， 就这样咯，拜拜。有一只哥哥来了，对，你也想要开这台车吗？对啊，这太好笑了吧！